战争是一件危险而且残酷还十分费钱的活动。人类的历史上目前爆发了2次世界大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理解为西欧强国为了争斗地盘的战争，第2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为了夺取世界的战争。一战的参战国伤亡人数和所花费的金钱和2战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在战争中，各方使出浑身解数，有的国家更是使用毒气、瘟疫、病毒。在战争中也有比较奇葩的方式，比如用色情广播瓦解敌军意志。当然也有各种奇葩原因引起的战争，比如因为酒引发的战争，因为足球引发的战争。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奇葩的饵苗战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澳大利亚被称为世界活化石博物馆。澳洲大陆长期被孤立在南半球的海洋之上，加之本身自然条件单一，动物的演化十分的缓慢。全球有袋类动物共有150种，澳大利亚就占了140种以上。在澳大利亚国徽上，除了代表各个州的标志外，还有2个动物，其中的袋鼠我们都知道，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，拳击运动的高手。另外的一只鸟类动物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饵苗。饵苗是饵苗科中的唯一物种，体高150到185厘米，体重30到45千克，寿命10年，擅长奔跑，也是澳大利亚独有的珍贵动物，是仅次于非洲的鸵鸟的世界第2大鸟类，所以它也被称为澳洲鸵鸟。2种鸟从图片上看呢还是比较相似的，如果放在一起的话，虽然它是世界第2大鸟类，但是它和鸵鸟相比的话，也就只能当个弟弟了。成年的鸵鸟有3-4个饵苗那么重，两者虽然都不会飞，但饵苗的翅膀都快退化没了。在市场上的价格呢，也是鸵鸟更为贵一些。鸵鸟的价值在它的皮革上，饵苗的价值在它的饵苗油上面。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一场战争的呢？事情还要从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起。在1战结束后，不少老兵回到了澳大利亚，有澳大利亚退役军人，也有别的国家的老兵。他们在西澳大利亚州过起了农民的生活。本来这种生活和和美美的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安逸得很。老天爷给你饭吃，也会把你的饭碗一脚踢翻。1929年的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澳大利亚自然也在其中。本来生活的稳稳的农民们，因为大萧条，农作物血本无归，澳大利亚提议他们大量的种植小麦，只要种这个，政府就给补贴，其他的不行。善良的农民轻信了政府的话，来大面积的种植小麦，但是政府失信了，补贴虽然也给了一些，但是小麦的价格仍然在狂跌。如果那时候有手机看，估计比绿帽子还要绿。要是扩大到整个世界的话，估计除了苏联那块，地球都得是绿色的了。时间过了2年，1932年10月，面对还在下跌的价格，农民扬言拒绝收割小麦。除了这个原因外，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饵苗了。饵苗的习惯是在孵化期过后就迁徙，从内陆地区迁移到沿海一带生活，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。那怎么会和那些退伍老兵们扯上关系呢？饵苗迁移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，比如水源、食物这些。而有一天，饵苗们发现了农民开垦的那块地方，那里有稳定的水源和粮食，是非常好的栖息地。既然有了更好的地方可以去，那就不要再绕去远路了。于是饵苗们便入侵了农民的领地，破坏麦田的和牲畜争食物，并在围栏上留下了许多的大的缝隙。不少野兔通过这些缝隙进入麦田。众所周知啊，澳大利亚的野兔战斗力是十分恐怖的，繁殖十分的迅速。澳大利亚地广人稀，野兔成群啊！但是要是把这些兔子放到四川，只要没什么病，和平常吃的兔子差不多，还是有机会给他们吃绝户的。面对饵苗的肆虐，农民们组成代表团，向高层转达了消灭饵苗的建议。农民中的退伍军人们了解机关枪的凶猛快速，用这种东西很快就能肃清饵苗叛乱，还天下太平，彰显我澳洲之威严。当时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乔治·皮尔斯同意了给机关枪的事儿，但是武器只能有澳大利亚士兵使用，军费什么的政府来掏，农民们则必须提供食物和住宿，还有弹药。后来这位下达剿灭饵苗命令的皮尔斯，被有些人称之为饵苗战争部长。1932年11月2号，当地人试图将正在享用美食的饵苗们引进设好的埋伏圈里，毕竟枪这种东西一响，不管是个什么东西都会跑得远远的。
不过那些耳苗们在受到过度惊吓后四散而去，机枪难以瞄准。在第一轮进攻平静下来后，农民的第二轮行动确实干掉了不少耳苗。2天后，农民们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，他们在当地的水坝附近设下埋伏，有1000只以上的耳苗被引进伏击圈，成为砧板上的一块肉。在耳苗靠近后，机枪开火宣泄着他的愤怒，顿时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等到射击结束后，他们看清了，只有12只耳苗被干掉了，剩下的那些全部都跑了。为了获得更大的战果，士兵们把战线向南方推进，以便方便寻找更多的耳苗。他们把机枪安装在卡车上边，企图追杀全速奔跑的耳苗，但是都无济于事。当时的卡车速度根本追不上耳苗，车顶的射击手更是无法瞄准，只能看着耳苗跑向远方。11月8号来剿灭耳苗的士兵们已经消耗了2500发子弹，而被干掉的耳苗是少之又少。有人说2500发子弹就干掉了50只，也有其他的资料说干掉了几百只。有位鸟类学家为澳大利亚军队本次剿灭耳苗的行动做了总结，他提出士兵们对大量耳苗开火是十分荒唐的。耳苗在开枪后迅速分产成各个小单位，就不好击中了，还会白白损失大量的弹药。在11月8号剿灭耳苗的军队撤出作战地域，在军队撤出后，麦田格勒保卫战胜利的耳苗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麦田了。农民们再次向政府请求干涉，说酷热的天气和干旱会让更多的耳苗来到该地。西澳大利亚州的州长詹姆斯强烈支持让军队重返战场，洗刷耳苗带来的耻辱。一位基地的指挥官宣称，在第一次行动中杀死了300只耳苗。国防部长回应了他的话，让军队重返战场。同时，他在参议院为自己的行动辩护，说军队有能力解决困扰农业生产的耳苗。11月13号，军队抵达战场，在最初的几天，每天能干掉40只左右，后面越来越少，只能加大力度。没办法呀，如果不消灭这些耳苗，西澳大利亚州的农业生产就废掉了。后来，西澳大利亚州发动当地百姓进山剿匪，杀死1只耳苗就有奖励。耳苗的生育能力可没有野兔那么疯狂，在持久战攻势之下，耳苗被打成了珍稀动物。后来澳大利亚想到这东西不能被剿灭呀，就把这些耳苗保护了起来。耳苗战争听起来还是比较奇葩的，但是比起真正的战争，除了农作物的损失外，耳苗战争基本没有死人，已经很好了。当然，澳大利亚现在也有和当初耳苗差不多的麻烦。现在的耳苗有野生的，也有人工饲养的。除了有药用的耳苗油之外，味道也是不错的。除了澳洲本地之外，我国本土也有饲养耳苗的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